Hello， 爱瑞小伙伴，今天就带来 Moto Razr 40 Ultra 的开箱，我们进入开箱环节。Razr 手机，是红色的，虽然是这个小折叠手机啊，但是它里边也是给了一个手机的壳，然后包括保修卡、说明书在这里边，数据线啊，这是一个30瓦的充电器。 这个就是全新的 Moto 小折叠屏手机，外屏的屏幕是目前小折叠屏手机中最大的手机屏啊。从细屏来看，是感觉是整个一块屏幕，但其实是在这个位置啊。底下呢是这种素皮材质的这种红色，然后有这个 Moto 的 logo 啊。 边框呢是这种金属的边框，外屏这个位置与这个中框的位置过渡非常的这种顺滑。侧边是这个指纹和电源这个2合1的按键啊。我们先把手机打开，没有那个哈喽抹头了，我在等那个。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手机的这个内屏啊。我们看啊，其实它也是在四周带来了一个这个包裹啊，这样的话也是对这个内屏带来了一个保护。 我们合上其实是这个四周的这个边缘的这个位置，屏幕其实它还是有一点点一个空隙的。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屏幕万一进这种稍微小一点的颗粒的话，不会带来这个磨损的问题啊。我们先把这个屏幕合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外屏。哇，你们看，这就是它的这个外屏了啊。这一次的这个外屏啊，应该是目前 小折叠屏手机中最大的屏幕，采用的是一个3.6英寸的一个外屏。我们用刚才那个主题的话，其实看不到它的这个屏幕的边缘，但是我们如果说全部屏幕全部显示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啊，这是整个的一块屏幕在这个位置。当然，这个摄像头也是在这个屏幕之内的。外屏能干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外屏观看这个小红书，对吧？同时呢，也可以带来很多的这种应用。 这块外屏在默认的时候开启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摩尔时刻，你碰它一下，它就会变换一个动画，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不同的状态，挺有意思的。而且还可以通过内置的摩尔游戏来解锁更多的壁纸啊。同时它也支持了这种只显示时间或者显示日程的外屏时钟样式啊。 同时，外屏也支持了多种主题，和内屏带来了一致的样子。再滑动一下，就能进入外屏的功能选择了。因为它是有点方方正正的屏幕啊，这种感觉就很不一样啊。首先是一个外屏8大功能卡片，可以快速的跳转到日程啊、天气啊、拨打电话、快递信息等等。同时还有一个菜单键，点击菜单键就显示了外屏的应用了比如像购物的应用就可以在外屏使用。长按下面的导航栏，可以调整 页面显示大小，如果你觉得横屏不舒服打开自动旋转就能竖着查看页面了。如果你觉得摄像头遮挡了你观看的部分就可以旋转一下就能看了。在外屏浏览微博，直接使用竖屏就能浏览。你们看我在小屏幕上观看这些博文信息流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观看体验是完整的。重点来了，因为是与小红书官方联合深度适配的，所以小红书的浏览也是完整的。 你们看一期我的视频观看下面的评论点赞收藏是吧？我这里就是暗指你们懂了吧？那它也支持了外屏来查看微信，而且点开后呢，也是全功能的微信了。 回复微信消息、回复语音都是可以的，包括表情也行不管9宫格还是全键盘使用起来也都很舒服。看朋友圈、点赞之类的也行，而且包括微信语音通话、视频通话也行。不过视频的时候需要旋转一下摄像头。说到这儿外屏也是支持接电话的不过因为是使用了外放，所以私密性也就没有了。我们在听音频的时候呢，合上之后，外屏就是一个播放器的控制器，可以用它进行播放、暂停、上一曲、下一曲以及进度来进行调整。我觉得很多女生拿这样的手机使用最多的应该就是用外屏的摄像头自拍了，毕竟拍摄使用的是主摄的体验。 而且拍摄的时候呢，你点点屏幕就可以拍照了，或者一个手势也可以自拍的。而且我发现这次 Moto 似乎为自拍带来了非常自然的美颜。你们看外屏拍摄的时候呢，还支持了镜子模式我经常会看到女生拿着熄屏的手机照镜子。 这其实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能放大，比如查看妆容的一些细节可以非常优雅的照镜子
而且啊，也可以使用折叠屏的优势啊，放在那儿进行一个合适的角度悬停，通过手势或者笑脸就可以进行自拍了。你们看啊，比如张开手或者你笑起来啊，它就立刻抓拍，抓拍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除了这些常用到的应用外呢，Moto Razr 40 Ultra 还支持了外屏玩游戏啊。像前面说的摩尔抓魔豆啊，就像我们在商场里面抓娃娃一样，抓一个颜色后呢，就能解锁一个拼图，拼图完成呢，就能解锁一个壁纸。当然，还有比如摇摇乐、滚珠迷宫这样的小游戏啊。那外屏能不能打王者荣耀呢？竟然还可以啊！这应该是我玩过最小屏的王者荣耀了。在我日常的体验中呢，大部分的应用都是可以内屏折上之后，外屏来继续使用。所以从应用体验来看呢，外屏基本上就是内屏的一个缩小版。在性能方面呢，搭载骁龙8+处理器。当然啊，大部分人买折叠屏主要不是为了游戏，但是游戏在某一方面体现了手机对性能方面的调度优化。王者荣耀目前支持了90帧率啊，实测一局游戏平均率为89.8帧。从帧率图上看呢，游戏整体的调度还是很积极的啊。不过有一说一啊。折叠屏用上骁龙8+相对来说啊，还是比较稳的。那在这个内屏中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内屏刚折了一下，基本上第一次折肯定是，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开折的话，高低肯定会是有留下这个折痕的，这个无可厚非。目前市面上所有折叠屏都会这样的啊。内屏采用是6.9英寸的一个屏幕。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Moto Razr 40 Ultra 在内屏和外屏的这个显示 PPI 上面，也就是说在这个细腻程度上面啊，其实它内屏和外屏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屏幕上面去观看内屏也好，外屏也好的感受体验是一致的。内屏的分辨率是采用的是个2660×1080的一个分辨率啊。那这一次呢，也是依然是采用的是这个。基于安卓13的 MIUI 6.0的一个操作系统，那整体来说，体验来说没得说啊，这个依然延续了这种极简的这种风格啊，在这里边。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手机的这个相机方面呢，一开始我看资料的时候，我惊了，我以为这个资料写错了，后来才知道并不是这样啊。首先是内屏前置摄像头采用是一个3200万像素的一个自拍镜头。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个自拍的体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外屏的这个摄像头中采用的是一颗1200万像素的一个主摄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也是支持了这个超广角的一个1400万像素的一个超广角镜头，也是支持了这个自拍。那在其他方面呢？因为目前来说这个小折叠屏目前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电池续航的问题。它其实是2块屏幕加这个分段式的一个这个管理，也就是说主板的一些位置在这个位置，主板还有一些地方呢是在这个位置，通过一个排线去连接的。所以说电池的空间是非常的小。但这一次在这个电池续航方面呢，采用的是一个38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就目前的这个小折叠屏的这个手机领域中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容量了。我个人认为你买来它作为这个第2部手机，或者说只是拍照片、偶尔打电话的这种用户的话，一天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一次虽然是它是折叠屏，但这一次依然也是内置了这个无线充电支持了这个5瓦的一个 QI 无线充电以及8瓦的这个 Moto 自家的这个无线充电做充。那同时呢，也是支持了这个30瓦的一个有线快充的这么一个充电续航的一个表现了。那这也就是这一次刚刚发布的 Moto Razr 小折叠屏手机这一次也是带来了目前小折叠屏手机中这个屏幕最大的一个外屏的手机了这一点还是值得赞扬一下的因为毕竟这个小折叠屏大家都在卷什么？其实都在选的就是这个外屏了。所以说接下来其实小折叠屏的这一个赛道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并且小折叠屏中的这个应用体验来说，目前 Moto 对于这个小折叠屏的这个外屏的应用适配也算是目前较为不错的所以说这就是这一次刚刚发布的 Moto Razr
40 Ultra，你们觉得它怎么样呢？欢迎评论区我们来聊聊啊。那有关于这台手机呢，我也会把我的一些体验呢分享到我的微博中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体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欢迎大家关注我，我是大龙，我们在下个视频见，拜拜。